亲爱的朋友，经济世界是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的频道，目的是探索曾经发生过的经济事件，解读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各个国家曾经使用过的政策片段观察，第10段剖析今日所抛出的经济名词的成因，以及这个经济议题曾经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探讨普通人遇到此类经济环境该如何面对。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Observation 1. 在阿根廷，经济自由度的缺乏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的高度控制和频繁的干预。2010年代，阿根廷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进出口限制和非常规的价格控制，这导致了严重的供应链问题和市场失衡。例如，农民因为政府限制了农产品的出口而受到巨大损失，多数农产品因无法出售而腐烂。对普通人来说，面对这种大环境，最有效的策略是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平台提升公众意识，推动政策改革，同时在个人层面上尽可能的多元化收入来源，以减少对单一经济活动的依赖。Observation 2. 俄罗斯在2000年代初期进行了一系列市场自由化改革，这包括私有化国有企业和简化的税收系统。这些举措一度被视为提升经济自由度的成功例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改革也带来了副作用，如贫富差距的增大和权力的集中。例如，一些原本国有的企业被少数寡头廉价收购，使得普通民众感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未普及。对此，普通人应关注自身权利的保护，通过选举和公共讨论等方式参与政治，推动公正的经济政策实施。Observation 3. 自1991年经济自由化以来，印度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服务业和信息技术领域。然而，这一进程也暴露了基础设施不足和教育体系滞后的问题。例如，虽然信息技术产业兴起，为城市如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但这种发展并未能覆盖到较少发达的农村地区，造成地区发展不均。面对这种情况，普通人应积极提升自己的技能和教育水平，抓住新兴行业的机会，同时通过参与当地社区活动，推动地方政府改善基础设施和教育服务。Observation 4. 希腊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获得国际救助，希腊被迫实施了严厉的紧缩措施，这包括削减公共支出、增加税收等，导致了广泛的社会不满和经济活动的萎缩。由于经济自由度的限制，许多小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面对这种经济环境，普通人可以尝试自我提升，如学习新技能，或者转向更具有灵活性的自雇行业。同时，参与社区和支持本地业务也是抵抗经济困境的有效方式。Observation 5.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对互联网和高科技企业的监管，这标志着对经济自由度的新限制。例如，对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行动，以及对在线教育行业的重规制，显著影响了行业的发展和投资情绪。普通人在这种环境下，应关注行业动态，适时调整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投资选择，同时增强个人的金融素养和风险管理能力，以应对政策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Observation 6. 委内瑞拉的经济自由度近年来急剧下降，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和政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许多基本商品变得奢侈。在这种环境下，普通人需要寻找替代的生存策略，例如种植自己的食物，参与地下经济或使用外币进行交易，以保持生活的基本需求。此外，维护社区的团结和相互支持也是对抗极端经济困境的重要策略。Observation 7. 巴西以其复杂的税制而闻名，这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企业的经济自由度。高税率和繁琐的税务申报过程常常成为小企业的发展障碍。然而，这种环境也孕育了一种机会——税务咨询服务。许多小企业主由于难以理解和遵守复杂的税法，开始寻求专业的税务咨询，以避免法律风险和减少税务负担。对于普通人来说，学习税法、会计或相关财务管理知识，可以为自己在这一领域内创造职业机会或提供咨询服务，从而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Observation 8. 韩国知名的财阀系统，如三星和现代，控制着国家经济的多个关键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企业的市场进入和经济自由度。尽管这种结构提供了稳定性，但也抑制了创业创新。面对这种挑战，一些韩国年轻创业者开始寻找市场中的小众领域，或者开发与大企业依赖的供应链相独立的产品和服务。例如，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初创企业，如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可持续能源领域，开始获得投资和市场关注。这表明，即便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专注于创新和细分市场仍旧是找到机遇的有效策略。Observation 9. 埃及的正规经济领域受到诸多限制，包括严格的政府管制和不透明的商业环境，这限制了经济自由度。然而，这也使得非正规经济蓬勃发展，成为许多普通埃及人的生计来源。在这种环境下，许多埃及人转向自主创业，如街头小贩、家庭手工业等。这些活动虽然规模小，但灵活性大，能迅速适应市场变化。普通人可以通过加入或创立合作社，共享资源和信息，提高非正规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收益，同时也为自己在经济上的自由创造更多机会。View.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经济自由度这个概念变得尤为重要。经济自由度通常指一个国家的居民在经济活动中享有多少自由，这包括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财产权保护和政府透明度等方面。高经济自由度通常是经济健康、增长持续和公民富裕的标志。例如，香港和新加坡常年被评为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地区，这不仅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一些实施严格经济控制的国家，如委内瑞拉，经常遭遇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甚至社会动荡。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经济自由度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呢？首先，了解自己所在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全球经济趋势至关重要。这不仅可以帮助你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也能让你在职业规划上更加前瞻性。但具体到个人层面，我们怎样才能在经济自由度的波动中找到机会呢？这里有一些实际的建议和故事，比如如何通过多样化投资来抵御经济的不确定性，或是如何通过提升个人技能，在经济自由度较低的环境中仍能保持竞争力。接下来，我们将分享一些真实的故事，展示不同人如何在多变的经济自由度中找到了成长和成功的机会。例如，张先生，一个普通的中小企业主，在经历了国内市场严重的经济放缓后，决定将业务扩展到经济自由度更高的国家。通过利用这些国家较少的贸易限制和更有利的税政环境，他不仅挽救了自己的企业，还成功地将业务规模扩大了3倍。张先生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了解和利用全球经济的动态，尤其是各国的经济自由度，可以为个人和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这种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加上灵活的战略部署，是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立足的关键。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像张先生那样轻松跨国经营。对于普通工薪阶层，可能需要更多关注个人资产的配置，例如通过投资国际基金或外币存款来分散投资风险。此外，提升个人技能和终身学习也是应对经济自由度变动影响的有效方式。如何具体操作，以及这些策略的实际效果如何，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继续探讨。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普通职员，理解经济自由度及其变化对我们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它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更直接关联到我们的财务安全和生活质量。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深入讨论如何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制定有效的个人和家庭财务策略，以及如何利用经济自由度的变化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在探讨如何应对经济自由度的变化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某些国家实施经济自由化政策前的情况。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增长缓慢，市场活力不足，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及人均收入较低，大量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外汇储备极为有限。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这是一次深刻的经济自由化尝试。政策的核心在于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引入市场机制，开放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和投资。具体措施包括设立经济特区、放宽价格控制、鼓励外商投资、改革国有企业和农业集体化制度。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中心之一，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以深圳为例，从一个小渔村转变为现代化大都市，深圳的发展可谓是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缩影。1980年设立为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引入了大量外资，发展高科技和制造业，经济年均增长率常年保持在2位数以上。深圳的成功不仅提升了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整体的经济自由度。这样的变革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印度在1991年也实施了类似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放松了对国内外资的限制，简化了工业许可制度，削减了进口关税和出口税，从而激发了私营部门的活力，增强了经济的竞争力。虽然改革过程中也遭遇了诸多挑战，如基础设施不足、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但经济自由度的提升无疑为印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机会。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提升经济自由度。这些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但从长远来看，他们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铺平了道路。Analyze. 经济自由度是指个人或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选择权。高经济自由度通常意味着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少，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扮演主角。此概念的提升通常被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为它能增强市场效率，激励创新和投资，从而提升整体生产力和经济竞争力。然而，经济自由度的提升也有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例如，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过度的市场自由可能导致环境破坏、劳动权益被忽视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此外，经济自由化常伴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可能对本国的小型企业和初创企业构成威胁，因为他们可能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对于普通人的生活，经济自由度的增加通常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广泛的产品及服务选择，消费者可享受更低的价格和更高的质量。然而，这种变化也可能导致某些行业的就业岗位减少，特别是那些依赖传统技术和方法的行业。因此，经济自由度的提升虽然在宏观上促进经济发展，但也需要相应的社会政策来缓解其带来的负面影响，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惠及社会各界。